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今年5月的时候，北京疫情严重，几乎所有人都要居家办公1个月。我收到了一条他的信息，他说，一个人也请你照顾好自己。只不过这条短信因为我没有开消息提醒，9月份批量删除信息的时候，我才发现电话号码没有备注名字，但我瞟了一眼就知道他是谁，看了一眼发送时间是4个月前。我想说些什么，但又觉得没有必要回复，于是跟着其他通知的信息一同把它们删掉。好像很多东西都只在有限的时间内才有意义，信息是，人的关系也是。5月份的时候，我们俩刚刚分手2个月，想来他联系我应该不只是随便的问候，可能想借此机会跟我有聊天话题，但是我没有回复，也就没有了下文。我们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兴高采烈地跟他分享好笑的段子，他3个小时之后才回复我说哈哈哈哈。我一直想去旅行，我做好了攻略，看好了酒店，等着他跟我一起。第1年的时候，因为他想攒钱不想穷游，第2年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，第3年他终于可以去了，但我不想去了。他总是有很多理由推脱我的想法跟要求，等过一阵子，等不忙了，等疫情好一点。就连跟我们的父母见面，也是因为他想等事业稳定，收入提升，再去见我爸妈。你说他想的有什么错吗？我觉得没有，他想更有底气的去面对我的父母，征得他们的同意。但时机不会等待他真的做好准备。后来他的工作越来越忙，好不容易有时间，我们2家那边又接连出现疫情，说好的见父母也一拖再拖，直到分手。我后来就想，如果我们第一次说见父母的时候不想那么多，斩钉截铁的去见，难道真的会因为他的事业还在上升期就拒绝我们交往吗？我们俩最后分手的导火索其实很小。2月份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做完饭让他刷碗，他答应了，说等他看完这集动漫就去，我就没再管。2天之后，当我走进厨房，我再见到水池里杯盘狼藉，已经有了异味儿。他忘了收拾，我彻底爆发。我不懂为什么连刷碗这件小事都要拖着，等着等着活儿忘了干，等着等着没有了兴致。我想起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们4个关系很好的同学一直商量着要一块儿去旅行。一开始其中2个人要攒钱，让等等。后来有人考证要复习，要等等。再后来有人谈恋爱，抽不开身，也要等等。直到大学毕业，我们的旅行都没有实现。后来我们4个人，一个去了新疆支教，毕业之后没再见面；一个毕业1年就结了婚，孩子已经3岁。当你面对如今的现实，再回顾当年，你会感慨，很多当时没有做的事情已经没有机会再做了，很多那个阶段没有好好相处的人，以后不会再见了。很多来日方长，到最后只剩下遗憾一场。小时候我很想拥有一个芭比娃娃，但我记得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，我爸总说等等再买，到最后也没给我买。初中的时候我去表妹家玩，她的玻璃书柜里摆着一排的芭比娃娃，我很羡慕。但读初中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再想要了。
所以我很早就明白，小孩子会长大，成年人会变老，老人会离开。每一段记忆里的快乐和精彩都没有办法原封不动地复制粘贴到现在。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有保质期，你当下不能拥有的，即便在未来得到了，也无法圆满。愿你好好珍惜当下，愿你想做的事情马上就能去，想爱的人立刻就可以爱。